带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中东的战场还是持续，尤其美伊开战从228到现在哦。大家都在说啊，现在到底结束了没？答案是还没有，而且川普还持续的在说一些话，好像把这个战场挑拨的越来越猛烈。好，我们当然先看到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哦，他们现在最新宣称是已经对以色列发动了真实承诺4的第57波的打击吼，所以完全没有任何退的迹象。好，他们声明说啊，这一轮打击的利用就是海巴尔、谢坎、还有伊马德以及卡德尔的导弹，针对就是以色列的心脏地带的多个目标展开了袭击。那包含是以色列的指挥控制，还有通信设施、那防空导弹设施等等，甚至还利用的是佐勒法加尔以及恰姆导弹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来袭击美军的乌代德军事基地。好，乌代德军事基地哦是在卡达这边哦，也算是蛮大的军事基地。好，所以现在大家也发现说啊，原来这个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好像又再度遭到了袭击哦。我们带大家来看画面，这是在17号的凌晨，好，位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袭，好，馆内的设施是起火的。好，那现在看到这么多网络上的讯息哦，大家就想说啊，原来以色列哇这么强，那到底川普有没有要跟以色列来达成协议呢？川普是有说啊，是伊朗很渴望跟我们达成协议哦，但是马上被伊朗的外交部长打脸。我们来听一下。اینکه ما میگوییم آتش بس نمیخواهیم نه به این دلیل که دنبال جنگ هستیم به این دلیل که این بار این جنگ باید به شکلی تمام بشود که دشمنان ما دیگر هرگز به فکر تکرار این حملات و این تجاوز نیفتند. 其实看到这样的新闻资讯的时候，一轮想说，前几天不是好像伊朗的外交部长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话，反正就是常常川普讲说，他们想要停啊，他们想要休息，他们想停火，伊朗这边就会出来的打脸一下川普哈，所以看起来川普现在有点语无伦次哈。我们看到啊，他就讲说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在这个礼拜就结束。好，主要是有这个媒体问他说啊，总统，我们这周能结束这场战争吗？我们大家都在问。但他这个讲就是啊，这场军事行动结束没这么快，但肯定用不了多久，不久后这场战场就会结束了，所以伊伦才说他语无伦次，一下说没这么快结束，一下又说这场战争不久又会结束，所以他的不久不知道是多久是半年还是1年嘛？那这就很可怕了。好，那当然我们要看到了，财政部长贝森特啊，谈到伊朗问题时候，也特别有讲到说啊，我不知道还需要几个星期。好，那刚刚一轮讲到川普啊，其实我们制作单位有剪他当下回的片段，我们来听一下。Can we wrap this war up this week? Yeah, sure. Good. Will we? I don't think so, but it'll be soon. Won't be long. 好，那现在呢，在川普的心里啊，还有一个心头刺，就是哈米尼被斩首之后啊，结果扶植了他的次子哦。那现在这个次子穆杰塔巴到底生死是如何哦？其实川普说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他说，你知道，他一直没有对外发言。那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领导人是谁，我们根本不知道要跟谁来谈判。好，那现在有2名的白宫高级官员说啊，伊朗方面其实最近蛮有在尝试通过各种的渠道来接触川普政府，好像希望重新开启了外交谈判，但是川普目前是拒绝恢复谈判的。但是这样子的传闻啊，在伊朗的耳里又再度是否认哈。伊朗的外长阿拉奇说啊，最后一次跟美国特使这个魏特科夫联系是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好，所以他说啊，这说法是在反驳有报道说他最近透过短讯，好重新跟威特科夫来联系，内容着重在寻求结束战争，他是驳斥了这样的说法。
那我们也看到川普啊，现在说啊，打击伊朗获得一位美国前总统的赞美。那美国人这个媒体哦，就到处遍寻哦，说好像没有这回事。好，那我们看川普他就说啊，最近有一位美国的前总统啊，跟他通了电话，就对方赞扬他在伊朗的问题上面的行动，而且还说啊，我希望当时也能像你这样做。我不能告诉你哦，因为这对他的政治生涯非常不利。那尽管他已经没有政治生涯可言了哈，好，这个说了这件事情哦，又语带双关，不敢讲是谁。好，但是 CNN 马上跳出来这个打脸川普说，目前仍然在世的美国前总统，那当然就有克林顿、小布希、奥巴马跟拜登。好，但是克林顿的发言人说啊，克林顿最近没有因为伊朗或其他的事情跟川普来通话。好，那小布希、奥巴马跟拜登的助手16号也都说没有任何跟川普沟通的记录。好，所以这位前总统是谁？有引发大家的质疑哦？难道是已经不在世的前总统吗？好，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副总统范斯他其实是蛮反战的。那他就有特别讲到川普他说其实他很支持川普对伊朗开战相信川普不会像以前的笨蛋总统一样重蹈覆辙。但是现在在美国伤兵有增加我们之前讨论到的是6位美军的士兵有死亡，但是目前根据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已经提到了是13人死亡，那约有200名的士兵受伤。好，那这些士兵分别在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还有阿联、约旦、巴林、伊拉克还有以色列等驻地受伤的。好，那现在川普对伊朗开战陷入一个声望的危机。好，我们知道今年有中期选举嘛，那甚至连他们自己的 Mega 阵营都出现了动摇。好，那 Mega 群体之所以是支持川普，主要就是因为他曾经承诺说要对外减少战争，专注美国的内政。好，但是他先后对委内瑞拉又对伊朗来发动军事行动，又不能说明为什么要发动这些战争以及如何结束。那再加上美军的死亡人数，你可以看到是持续的上升，油价飙涨都让全球的金融市场震荡，那所有的价格也当然都会跟着上涨，所以美国民众忧心忡忡。因此川普有蛮多支持者就现在开始质疑说，到底为何要打伊朗？那他整体的民调正在走下坡。好，这就是危机的开始，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在国内有一场蛮大的选举。好，那当我们看到现在讲到战事，我们要先问将军来帮我们解答一下目前的战况。我觉得 CNN 这个川普讲这句话，一定是有一个前总统跟他讲这种说，以前我们都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都不敢做。你很勇敢，只有你敢做。其实这把它解读了，你要反过来看这叫什么？你是 gan 逃，台湾话叫 gan 逃，对不对？就是我们以前这个都是。我们都没有你聪明，只有你聪明敢去打伊朗。因为以前美国哪一个总统不想去打伊朗？我们平常讲，从雷根之后因为伊朗来讲的话，一直是以色列的这种在国家安全最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美国这个总统背后的很多的金主都是犹太人，也都是背后的势力都是犹太人。那以色列一直想要彻底的将伊朗打趴掉，可是历任的美国总统都知道。伊朗是一块硬骨头，你贸然跟他开战，如果说你没有100%的把握他绝对不会跟委内瑞拉一样说你一打他就趴下去，他可能会越打越硬。所以以前的总统，我相信美国之前的总统他讲这句话讲对了，美国每一任总统都想做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怂恿之下都想做这件事情，但以前的总统他们都不是呆子，他知道说做了以后，可能如果这个骨头啃不下去，对他来讲是一个重伤害。那只有川普这个我们台湾话叫硬逃就是这个愣头青是吧？敢去做这种事情，那你一做，现在果然是如此这个伊朗来讲，你现在啃不下去。那我们看到伤亡数字不断的扩大，这13个伤亡是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就有8个士兵在科威特营区遭到美军的基地里面遭到这个伊朗的无人机的攻击。那段还有一个这个美军这个幸存的士官长出来描述嘛，那时候我就评论为什么在科威特美军的基地居然没有派出对空监视哨，因为只是一架无人机时速100多公里，你可以用一般的地面武器就可以将它击毁，那居然没有击毁。那时候就阵亡了7个，第二个6个是 KC-135这个加油机坠毁，那这架飞机坠毁也是美军自己的飞机跟自己的飞机撞在一起一架 KC-135在对另外一架 KC-135实施空中加油的时候
撞在一起，我们看到尾翼这个回来的那架尾翼撞坏掉6个。那昨天另外还有6个应该是在这个伊拉克这个美军的基地，那是被哪个攻击的？如果按照昨天的报道，是被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攻击。那如果说从这些伤亡的地点来看的话，这个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甚至于昨天说是在伊拉克的大使馆。那美军将它规划为绿区，绿区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安全的地点，为红、黄、绿因为绿区来讲，美军认为是安全的地方，但是没想到你越是规划成绿区，我在这个地方对你实施空袭就是2次，所以你看看分裂的地点几乎都是中东每一个地方美军在这个地方都有付出伤亡的代价。我想之后，如果说这场战争不能结束来讲的话，美军付出的伤亡代价会越来越大。当然，如果说是这个在伊朗来讲的话，伤亡人数是更为这个惨烈了、惨重。可是伊朗的伤亡对我们现在对媒体的报道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可是美军的伤亡在美国国内的话，就是一个故事可以去编的那这个故事对川普来讲就是一个伤害，因为后续来讲，如果说你要期中选举，当美军付出这么多的伤亡代价，我跟你讲，绝对不利于你这个川普后续的选举。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一个头2个大。对，所以他还在那边沾沾自喜说，哇，那个前总统这样说他，好像还很骄傲，可见危机开始了。教授，伊朗他这段时间已经半个月了他的打法，我想观众朋友看得很明白了，也就是先从液态燃料的导弹去打。那液态燃料它的机动性比较差，隐匿性比较差，它的填驻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很明显的它用液态燃料去消耗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些防空导弹系统。接着它用固态燃料的导弹，就是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快的这种导弹去打。即使是泥石导弹，它还是旧款的导弹，也就是说，它现在用的是固态燃料，但是是10年前生产制造的燃料的导弹来打。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为什么伊朗也要强调这一点？他是在告诉美国人，告诉全世界说，我伊朗还有最现代化的导弹，我还没使用。那问题就在于我正在生产中，或是生产不久的这些新式的导弹，我还堆在我的弹药库里面。那有多少？你不知，我知。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跟以色列来讲，他们刚开始宣布说他们的几波的攻击已经把伊朗的导弹，有人说摧毁了1/2以上，然后川普还说不，我们摧毁了90%，他现在只剩下10%不到，他的海军完全瓦解了，没了，空军完全瓦解了，没了，所以他的导弹只剩下10%，这是川普对外宣布的，在上礼拜宣布的。可是问题就是，好像现实不是这样。第一个，无人机到底还有多少万辆，没有人知道。也就是它到底有多少万架的无人机藏在机库里面，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导弹，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很明显的，大家现在发现，这个伊朗把它的导弹跟无人机都已经分散到每一个它的地下的掩体，甚至藏在山洞里面，它随时就飞出来。由于这种固态的导弹，它拉出来打完了以后，载具就移动位置了。所以等你美国跟以色列发现以后，你要去把它摧毁，来不及了，因为它已经走了。那这样的一种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到现在你已经讲了，已经到57轮了，没有停止。有的时候5枚，有的时候10枚，有的时候20枚。那现在的情况对美国跟以色列该怎么办？它的防导的系统都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的伊朗的用更先进的、吨位更大的、高爆的、极速炸弹的，还有更大面积的打坚固基础的设施的这些导弹，它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它的突穿力越来越高，它的命中率越来越高，等于是你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你的受损的这些有价值的这些军事设施的几率越来越高了，而且被打掉的越来越大了，而且都有政治象征性意义的。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伊朗现在把打法再往外扩散了，它现在包括阿联酋等这些国际的交通枢纽中心、金融中心都把你开始在做
做攻击的情形下，也使你美国的华尔街跟他们的之间的关系也产生变化。好，那川普现在开始在放谣言说他们要跟我接触，可是问题是完全没有信任基础的情形下，如何来进行谈判？那就没有谈判了嘛。没有谈判，所以这个战争就一直打下去，要打到多久？我想川普自己都没把握了。好，聂教授怎么看 ？OK， 我觉得这次打这个仗真的是非常有趣。我先讲一下，其实我认为川普他不会不反战，他一直想拿诺贝尔和平奖，他怎么会想战争呢？其实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尼克森》，就叫尼克森。在他30多岁的时候，他对尼克森是很感冒的，因为尼克森曾经说，越战从55年到1975年，正好要收兵的时候，他偷偷的呢竟然入侵柬埔寨，那是在1970年的事情，从4月到7月，总共3个月。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尼克森这次入侵柬埔寨，被非常多的记者甚至人民反驳，而且反抗，然后甚至要把他打发他。当然后来就造成水门事件，他就自然下台了。所以当时川普是不喜欢他这种动作，而他是欣赏是雷根呐。好，先讲是他40岁的时候。不过重点来，他这次做的有一点像，就是当尼克森的做法，所以他怎么会绕路跟尼克森一样，会在偷偷的去打人家呢？我所谓偷偷就是他跟人家还正在谈和平协议，就突然去打别人。我跟你讲，他是反战，但他完全错判形势。我怎么这样讲？他掉入了离沼了。现在离沼中呢，是有2个问题发生。第一个，他太过自信，因为美国的霸权太大，他认为他要做什么都做得到。委内瑞拉他可以跨国绑架这个元首。这么简单，一下就搞定了。第二，他也认为这个情治机构都知道哈米尼，他可以马上把他干掉。他以为他完全掌控在手里，我可以马上结束战争。后来发觉不对4天要把它结束。结果大家发觉有没有结束？没有。他忽略掉他第一太过自信，第二他完全忽略了伊朗的硬本质，从以前波斯帝国到现在这种神权精神。当你把他的首领打掉的时候，整个人民革命卫队的反抗是更激烈。这时候他发生一个问题了，他开始仇恨了美国。现在荷姆斯海峡封了，他也不敢去了。为什么呢？这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发觉他进入泥沼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不会打不赢，他绝对会打赢，他军事实力最强，他现在还在喊啊。重点是他会耗不起，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典型的消耗战嘛。说不好听点，它有这个一个很不对称的消耗战。第一个呢，军武不对称，你会发现伊朗可以用一个2万块无人机到以色列的铁穹。结果呢，他要用400万的爱国者飞弹把它打掉，200倍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军武不对称，就军武价格差异太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严重，叫代价不对称。请问大家想想，美国是什么地位？是全世界霸主哦，不管它的军事、它的美元，它这次真的敲响了美元霸主的丧钟。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这次代价包括了美国自己本身的声誉，刚才也提到，美国的声誉现在不只是川普声誉下降。整个美国声誉都因此而下降。你看他要打代理人战，现在代理人没有人要帮他打，反而说好像要人家保护他。他现在找他的所有的盟友帮他，全部都被拒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真的敲响了美国霸权的丧钟。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好，我们当然看到伊朗持续的在进行反击。好，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现在说他们袭击的是2处的美军基地的战斗机的机库。好，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他们是美军位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还有位在阿联酋的载夫拉空军基地哦，因为他们内部有多个战机机库设施已经遭受到袭击，而且部分的设施都已经被毁损。好，那当我们看到现在伊朗不只是攻击美军基地，它还攻击的就是阿联的油田啊，这个油田是最大的汽油田，所以呢，因应伊朗发动的新一波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那现在阿联的民航总局哦，因为一直不断的遭受攻击，他们也会担心，所以为了确保航班跟机组人员的安全，也维护阿联领土的安全，所以要以特殊预防措施哦，暂时关闭
全国的领空。哇，这就很大条，因为很多人都会从杜拜来中转哦，那这就会影响全球蛮多的。好，另外就是阿布达比的媒体办公室在16号证实哦，说他们阿联的规模最大的夏哈气油田遭到了无人机轰炸起火。那目前该气田已经紧急的暂停营运，那进行损害的评估。好，那受到区域冲突的影响，阿联酋每日原油的产量已经大幅的缩减，超过了一半。好，那阿联的国防部这边也有特别讲说，阿联的防空系统16号拦截了6枚弹道飞弹跟21架的无人机。那自从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伊朗已经向阿联发射是超过1900枚的飞弹还有无人机所以攻势相当的猛烈。甚至伊朗驻华大使在今天也发布了一个30秒的影片，我们赶快大家来看因为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就是伊朗这边有飞弹猛烈轰炸的画面。好，那希望借此来展现伊朗报复美国以及以色列的决心。好，这是伊朗驻华大使所发布的30秒的短片。好，那当然大家会说你们说伊朗猛烈轰炸，难道美国跟以色列没有还击吗？有的。好，我们来看到以色列如何反击。他们是说空袭了伊朗的情报指挥中心。好，那这是以军16号空袭了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一个伊朗情报指挥中心。他说这个打击的意旨是在要持续的削弱伊朗核心行动网络跟他们的防御能力。那甚至伊朗现在也瞄准的是是以色列也瞄准的就是伊朗的机场，而且他们是在晚上的时候袭击。好，那以色列的国防军在 X 平台上面表示，空军在夜间空袭了伊朗的麦拉贝德机场，而且击毁了一架空中巴士、空中 A340 的客机。好，据 IDF 说，这是伊朗前最高领袖哈米尼的专用座机。好，军方指出，摧毁这项战略资产就是要削弱伊朗跟他代理组织之间的协调能力。好，也会影响伊斯兰政权的军事力量。好，那我是不知道啦，把这个哈米尼的专用座机打坏，这对伊朗的政权军事力量有摧毁性的效果吗？我是不太理解啦。好，但我能理解纳坦雅胡最近猛拍影片因为大家说他手指有6只嘛。昨天我们才大家看到，就是他拿着咖啡说我有5只手指头他最新又发布了一段影片，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内容就看到这个纳坦雅胡在耶路撒冷一处观景台的户外咖啡馆跟民众在进行交流互动。好，甚至还提醒人们说，在靠近安全区的地方要这样待着，以防有导弹来袭击。好，所以这是以色列这个继3月15号回应有关纳坦雅胡身亡传言之后发布的第2段影片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纳坦雅胡还活着。好，那现在川普继委内瑞拉尝到甜头之后，他还想就跟伊朗作战嘛，那现在看起来是踢到铁板了。那他接下来好像还要再针对古巴他就讲说在解决伊朗之后美国可能会迅速的跟古巴达成协议，或是采取相关的其他行动。好，那美国长期是对古巴进行制裁，那最近又通过了强行控制委内瑞拉石油产业，来切断古巴的重要能源来源，所以古巴是陷入一个能源危机。那川普还自得意满说我认为自己有幸能够占领古巴，无论是想解放他还是接管他，他觉得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处置他，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极度衰弱的国家，他觉得他可以为所欲为。那古巴人就很可怜我们看到古巴的国家电力营运公司，他们在美国实施石油封锁之下，现在全岛面临了这个老旧发电系统受到严重的冲击，有1000万人是陷入了停电危机。那目前也正在调查这次大停电的原因。所以可以看到，川普我真的好像觉得这是他一个人的武林。甚至我看到现在 WBC 不是在打嘛，最后是委内瑞拉要对战美国。就刚刚川普还讲，他说我有在看，那委内瑞拉你成为第51州，有人有兴趣吗？好像还大言不惭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伊朗跟以色列都有进行相互的反击。我们一样战事的部分，先问将军。我觉得这次伊朗现在才开始打他的决战这个整个作战的程序来讲，一开始我们称之为序战
这个续战是为了决战开创有利的局面，我们叫续战。那时候马英九讲过一句话，叫做首战即决战，哈，他现在不是叫首战，应该叫续战，哈，就一开始这个，那目的开创有利的局面，譬如说我们要实施一次的这种拂晓的攻击，那前一天晚上一定要把敌人的这个前哨阵地将它歼灭掉，然后我的这个攻击部队推到我攻击发起线，前面一段叫做续战，哈，然后正式发起攻击叫决战。那你仔细去看一下，第一个礼拜，伊朗打的是什么目标？大概都是美军在海湾地区的27个这个美军的27个基地，然后对于波湾的不管卡达或者是杜拜这些地方来实施攻击，然后牵制住你美军。我认为那次那种打法叫做续战。他真的决战是现在才开始打。你看他现在打的是哪里？是以色列。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个议论，你现在报新闻，每天在讨论的都是伊朗挨了多少发的导弹的攻击，而且现在所挨的导弹都是重型、新型的导弹，霍拉木尔导弹，或者是我们昨天讲的尼斯导弹，都是新型的导弹。那新型导弹就是这时候才开始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正式的攻击开始。所以我认为，包括到美国跟以色列来讲的话，这场战争可能短期之内，如果伊朗现在才开始跟你打决战，我觉得短期之内伊朗是绝对不会屈服的，因为他才开始要打。那未来我们大家认为美国会怎么办呢？第一个，他会不会自行宣布说是，我们打赢了哈，这个就结束战争，就抽腿走了。可是我觉得美国这时候要抽腿走可能也不容易，因为包括以色列跟伊朗这两个国家不会让你走。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美国来讲他会不会说是借着谈判方式这个让荷姆兹海峡可以重新开放？但是你必须要答应伊朗现在的条件那第三个就是我认为最有可能未来的发展就陷入一场持久战，因为你现在看到伊朗现在他不是一天给你打个上百发的导弹，他一天给你打个10发，那表示他库存还有。那反观我们以色列跟美国现在呢，如果说按照川普说法，他已经打了6000个目标，他真的是打到他情报上面他所掌握到的目标，这2个礼拜他所掌握到的目标，他大概都攻击了。他攻击到现在，他发现他已经这个接下来他可能有一些目标他没有掌握到，所以他现在只能去打什么？打个飞机意思是说我打到你的飞机了。但是真正包括到伊朗的导弹发射车、导弹发射阵地、无人机的基地、库房等等来讲的话，这时候可能美军或以色列来讲的话，没有掌握到，那后续来讲，伊朗我觉得他有持续跟你耗到底的一个底气在这边。好，赖教授怎么看？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因为各方都把新闻做管制因为避免影响到军心士气嘛。所以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还有阿联酋，他说：“你不能在我们这边随便那个拍影片拍受损的影片。如果你拍了这些受损的影片，你要课予刑罚的。在以色列来说的话，你的刑罚是5年，在阿联酋是2年。所以你看前段时间有一位英国的这个游客拍了阿联酋他的金融大厦被炸到，然后公布在他自己的社群平台上，他被判了2年的徒刑。”所以他们都是把这个你的新闻自由都没收了，所以他等于是他喂你想吃的什么新闻，就是我喂你，我要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所以你的报道都是我给你的。那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就是，几乎所有的观众朋友看到的都是已经是片面的了。也就是说，你如果看美国或是以色列的影片，你大概看到的就是他想喂你的；你如果看伊朗的影片，那也就是伊朗喂你的。那现在的伊朗在国际媒体上它是居于弱势，而以色列跟美国是居于优势，所以伊朗它就变成选择在中国大陆的大使馆那边把它所造成的影片所造成的以色列跟美国的伤害把它暴露出来。那刚刚我们谈到的尼斯导弹，你看这尼斯导弹是伊朗这2天才发射出来的，其实最早是在上个礼拜去年2025年的时候它发射。可是问题是，它是2008年的导弹它不是今年我们现在2026年所做的导弹，它是17年前它就已经蛮久以前的。对，它是固态燃料的嘛，它在17年前2008年的时候，它就试射成功了。试射成功以后，它就开始量产了。所以它的尼斯导弹一直堆在那个地方，它一直到去年才开始发射第1枚，现在是发射所以它等于是还在用的是10几年前的库存，它一直没有用它2025年、2026年新制出来的导弹，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伊朗的这个导弹的能量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哎呦，他用新的导弹，不，他10几年前旧导弹，他不是跟你用新导弹，所以我们个人会觉得说，哎呦，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啊？这是第一个。那也就是说，他有没有更新的导弹？如果有更新的导弹，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杀伤力？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还没有拿出来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注意到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又要拍这种新影片？这是第3部喽。第1部他拍的影片被人家说，哎呦，你有6个指头，就我们昨天有谈到，他有6个指头。6个指头后来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的话，因此他就拍了第2个影片，他去咖啡厅喝咖啡，然后说，哎，5个指头哦，你算一算，1、2、3、4、5。结果这影片又被质疑了，因为有人说他后面的背景不对，有人戴口罩，他说不对哦，这是疫情时期的时候的一些影片，所以他被逼到拍第3部影片。这第3部影片，他就干脆到郊外去，直接对游客直接拍影片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嘛，这游客人在不在嘛？你可以直接来说。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我在传你的谣言，你在传我的谣言，彼此这都在传谣言，彼此也都在用 AI， 到底哪一个 AI 是真，哪一个 AI 是假，我们很难分辨了。好，廖教授。OK， 我觉得刚才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攻防的问题，我很好奇啊。刚刚讲说美国、以色列开始反击，到底是谁反击，是谁攻击啊？其实非常明显的哈，美国善用代理人战争，这次他自己现身下去，是美国协助以色列攻击，伊朗显然是反击。那伊朗反击，当然这次非常清楚，真实承诺，他承诺哈米尼神权精神，我们不能这样一个神权的制度就被他这样的摧毁，因此我们承诺我们的圣战主人。不能够被他们完全这样的欺负因此他们用了 like for like 以牙还牙的方式，甚至做对人打击、连环打击，而且非常清楚，他就是反击。当以色列炸他油库，他就去炸以色列的油库；那当美国真的炸他军事基地，他就去炸所有美国在各个中东的，即便是有人或者只要是有军事保护的美军基地，他就去炸，这不是反击吗？可是从这个现在的角度很奇怪。川普呢，到处跟人家说，好像是伊朗挑起战争的感觉，甚至要北约、要中国所有人都要加进去，甚至帮忙协助把荷姆斯海峡就把它这个解开。我一直看到一个问题很好玩就是当然美国家大业大，非常军优，什么都很强。他今天也有自己的超商，他今天放把火把 Seven 或一个超商烧掉了，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超商东西我并不需要，现在影响到你们各国了，你们快点去帮忙灭火。没有一个要去灭火，因为他去灭火，我跟你讲，这些也被烧到。因为现在这个超商非常火大，你为什么把我的超商灭掉呢？美国说我自己不缺油，你们缺油的快去弄。所以我要讲一个，就是川普的个性非常典型，在他1987年《Art of Deal》一定要看这本书它里面的攻击再攻击，永不认错死不认输，里面最大绝招，这些就是融会贯通，就是一个字叫吓人，里面隐含叫骗人。他用骗术来吓人，他从他在佛罗里达做的各种生意，弄人家的地产吓人，然后把你骗过来。他现在走到了一个国家的首领的地位，他去吓人，然后在后面骗人。因为你以前一个人的时候，隐藏一些东西是隐性的，神秘最美，神秘灭杀蒙的时候，你骗人一次性把人家打倒，这是很可能的。可是美国家大业大这么大，你吓人骗人，你骗太多次，吓太多，现在已经是狼来了。现在大家都看穿了，你会发现。现在各国连你以前北约盟国都不会支持你了，而当时在中东所有的小国都说你要来保护我的军事，现在还要我们保护你，这不是很奇怪吗？当然还 name 到这个中国，我觉得真奇怪，一直把中国当假想敌，现在却要中国保护，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已经看不太懂了。好，商人用的一些交易的手腕当然没问题，但是国家出动军事行动可不能用这样子的伎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之前特地也讲到了美国的一些战损，讲到了福特号，好，但是美方说他们只是自己有一些燃烧哈，因为福特号的航母大火，现在有更多的美国媒体爆料说，他们持续了大概30个小时之后才扑灭哦。纽约时报报道说他们火灾烧毁了床铺，那也有超过600名的水兵跟船员都只能睡在地板跟桌上。
好，所以接下来如果部署时间超过了6个月哦，就会对航母还有船员来说都相当的困难。好，那当然福特号，因为它目前是部署在红海啊，当然就会引以关注。那现在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也说，他们接获报告指出，阿联酋最大的港口富查伊拉以东23海里，有一架抛锚的邮轮遭到不明的物体攻击，好，导致轻微的结构受损，但是无人伤亡。那现在呢，川普又说大话了哈，他在15号空军1号上面跟随行的记者放话，他说啊，美国已经准备好攻击的准备。只要5分钟，随时就可以摧毁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是现在他选择暂时不动手好像现在伊朗的命脉就是哈尔克岛，那川普手中的关键王牌好像就是哈尔克岛。好，那当然现在看到的是川普追踪的网站有说啊，有一艘巴基斯坦籍的邮轮通过这个海峡，那成为第一艘在自动识别系统开启的状态之下通过此海峡，就是赫尔姆兹海峡的非伊朗籍的货船。那现在美国是暂时允许伊朗的邮轮出海，那当然川普想要夺的就是伊朗的石油外销的枢纽。那现在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有特别提到，美国目前允许的是伊朗邮轮能够通过荷姆兹海峡，那希望借此来确保全球的能源供应稳定。只要战争结束他觉得油价应该会跌到每一桶80元以下。好，现在因为是又突破了100元，所以让很多全球的不少人担心。好，那美国官员说啊，川普其实对于直接夺取哈尔克岛的构想其实真的蛮有兴趣的好，那因为这基本是等同切断了伊朗德黑兰这边的资金来源，那也能直接击垮伊朗政权的经济命脉。好，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之前伊朗曾经讲过说如果川普敢打他们，敢夺他们的哈尔克岛的话，他们也会对这个其他的波斯湾国家的油田来进行攻击。这样下去，全世界就完蛋了真的是能源一大可怕的地方。好，那川普到底是不是很孤立呢？因为呢，他的盟友现在都没有人想帮他了尤其是讲到这个护航赫姆兹海峡，每个人都怕。好，所以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是拒绝的，让川普气炸了他在白宫愤怒的痛批西方伙伴他讲了4个字，叫做忘恩负义。他强调美国保护这些国家10几年了，关键时间居然见死不救，所以他很快就会预告公布愿意协助美国的国家名单。好，那现在川普认为法国可能会帮助这个赫姆兹海峡的维安，但是又重申对英国相当的不满意。他还给法国总统马克宏打分说10分的情况之下给他打8分说因为这个他会参与护航的运动。好，那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说现在就攻击的风险升高，那也希望盟友能够迅速的应对，锁定的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好，但是英国首相施凯尔认为赫姆兹海峡恢复通航不是容易的事情，那当然要跟这个朋友制定一个可行方案来恢复但他也说这个赫姆兹海峡通航又不是北约的任务，我们英国不想被卷入这场战争之中。那现在英国官员也是回应川普说没必要满足美国的每一项要求吧，甚至伊朗也呼吁中东国家一定要考虑选边站那要选对边好，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学者也认为美国恐怕是赢不了伊朗这场战争。我们来听一下。We're not winning against Iran. We're not winning. What message are we sending? We're sending a message that we're a bunch of fools. So the question you want to ask yourself is, what does this tell the Chinese and what does it tell the Russians? It tells them that we are incompetent. 好，无能呢，可能在川普眼里看起来更牙痒痒但是这场战争就是他挑起的嘛。好，我们先问将军。我觉得福特号这次的大火烧了30个小时，这中间一定有很多的模拟，美国没有讲实话对，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福特号是说马桶不通，哪有说是一艘130几亿这个连民生基本的工作都做不好，说马桶不通让官兵要排队上厕所。那你知道？
任何一艘军舰哈，我们每次看到这个军舰来，最重要一件事是防火哈。其实它不见得是防沉哦，你一个军舰里面被打了一个大洞，不见得立刻会沉下去。但是一条军舰哈，通常这官兵很多阵亡是因为火灾而阵亡的。你看2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哈，几乎这个只要是被这个导弹或炸弹轰到以后，那尤其是轰到弹药库或油库以后，整个这个船只都是大火，然后燃烧好几个钟头之后才熄掉。所以每一条军舰上面它的防火设施都设计得非常好，也都采取非常先进的设计哈。那福特号是最新的美国航舰，我不相信130亿的航空母舰说是一个洗衣房失火会烧30个钟头。那如果说是一个洗衣房失火都会烧30个钟头，那如果万一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或真的是在战时的时候遭到一枚导弹哦这个击中的话，那引发了火灾，那大概整条船就烧光了，那火势可能更大，或甚至于你可能弹药库失火的话，那更严重啊！这个30个钟头你都灭不了火，所以我认为福特号这很明显的，我觉得是不是官兵人为故意纵火所造成的哦？这个大家不要认为说不无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福特号在海外部署已经11个月了，它之前在地中海，后来到加勒比海去帮忙打委内瑞拉，但委内瑞拉打完以后，他本来这个官兵要这个靠岸要开始休息休假了。结果没想到哈，这时候伊朗有事情，他又从这加勒比海赶赴，经过地中海，现在到红海这边来。那对官兵来讲的话，他看到这个假期遥遥无期，这个我因为我带过兵，我很清楚，这个官兵的这种休假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个身心的调剂，如果说他心生不满的话，他会不会譬如说是他故意这样造成你马桶的堵塞啊，都有可能哈，或者是他故意这个纵火，这个不无可能。那你想想看，如果说现在这个福特号上面官兵有600个，老天爷啊，你不过4000多个官兵就有600个，这个1层以上要睡在地板上面，我想士气会更加的低落，然后战力会更加落后。我们经常讲嘛，一鼓作气，打仗靠的是士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那现在来讲，官兵都要睡在地板上面，你这个仗你怎么打？连官兵连睡不好，这个后续来讲，衣服没得洗，马桶没得上。我不认为我个人认为说这次的福特号失火。原来我们都以为当做一个八卦在看哦，但是我觉得这后续可能有很多的文章在里面。我不相信一个先进的一艘军舰，然后应该有最好防护的设施、防火的演练，居然可以让这场火烧了30个钟头，而且烧到连官兵的住的床位全部都烧毁掉，而且烧毁到300多个床位都烧毁掉。你看这场火会有多大？如果不是人为纵火，我觉得不太可能是意外。我们接下来问赖教授。福特号已经从地中海穿越了苏伊士运河到了红海，可是它一直没有进入战场执行战斗任务。为什么？因为红海距离这个伊朗实在太远了，也就是说它还要越过一个阿拉伯半岛，然后才能够到了这个伊朗这个地方来。可是问题就在于航母的舰载机，它的作战半径没有办法超过1000公里。所以他如果要执行远距离的作战，他要经过好几次的空中加油。可是这个对飞行员来说，他等于是飞了相当久的时间才能到那个地方，而且他还要考虑他的油料还够不够。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么大的一艘这个航母战斗群，但是它却没有办法形成战斗力。现在大家都知道原因在哪里了，抽水马桶堵塞。原来这个大火不是小火，是大火，烧了30个小时，绝对不是小火。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公布出来的新闻是假新闻。他们那时候传出说洗衣房有发生火灾，然后已经扑灭了，结果现在被证明说烧了30个小时，那就不是一个小火灾，而且影响到600位官兵，他的寝室都被烧掉了。那各位想想，这个航母为什么没有拉到阿拉伯海？没有拉到阿曼海，没有拉到这个地方跟林肯号航母并肩作战，就代表这个艘船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形成战斗力。可是没有办法形成战斗力，他又不敢穿越这个阿曼湾，因为也门的胡塞组织在那边等他，他又不敢穿越，不敢穿越就困在这个红海这个地方。那你说他是不是应该要回去了？就干脆再走回原来的路，苏伊士运河，然后再绕回去他的美国。可是他又不能回去，因为回去的话太难看了，也就是说证明他没有战斗力。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他是到处就正如这位学者后来从政又回去学者的一个教授他所说的，美国是不是告诉全世界我们就这么的蠢，
因为我们很没有能力，我们不应该去打一场战争，我们去打了，而且我们是违反国际法、违反国内法，我们去主动打一个有主权完整的国家，我们是错的，错的。我们现在是打成这个样子，更错。好，现在的情况是，川普又说大话，5分钟我可以把哈克尔岛摧毁掉。问题是你不敢啊，为什么？因为伊朗也跟美国相互牵制了，伊朗就直接说了，你如果打我哈克尔岛的这个石油设施，我就把跟你美国石油商有关的海湾国家的所有的石油设施，我全部都把你打掉。那现在阿联酋的最大的油田被打了，天然气关了，而且我们都知道，上次卡达关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等要再度启动要1个月以上。那你想，如果这一次他现在又关了，也要1个月以上，而且还不知道这一次的伤害有多大，所以就变成是川普又不敢打。为什么？他只敢哈克尔岛的军事设施，可他不敢打石油设施。而他打军事设施的时候，伊朗已经立刻报复了，已经直接打这个跟美国有关的阿拉伯海湾国家的石油或天然气的设施。如果你真的把他的石油设施打掉的话，那他就噼里啪啦打的话，那赫尔木兹海峡也不用封了，因为没有油可以运出去了，那影响就更大了。全世界的经济，如果说这些石油设施半年内不能够恢复生产的话，那我们全世界都遭殃，美国也遭殃，大家都倒霉。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说大话，5分钟可以搞定。我说你5分钟，你也不敢搞定；给你1分钟，你也不敢搞定。那就是代表什么？相互牵制了。另外，赫尔木兹海峡为什么不能够去护航？绝对不能去，你去了就卷入战争了。这是一个川普设的大陷阱。好，所以就像是刚刚这个聂教授说的嘛，川普最喜欢吓人，然后骗人，讲这种5分钟，其实全球包含伊伦早就看透你了啦，哈，聂教授。对啊，他玩说他一直喊大话嘛，他一定先丢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让人家吓到，可是他一次性人家吓到就跑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他已经吓人，全世界他已经大家都知道他是狼来了，全世界都知道他不断的吓，那他有很多东西骗人也被人家看穿，所以这是他的问题。我先讲一下，刚刚那个福特号，大家都知道，世界驰名的福特号，2017年服役下水，这么样雄伟的一个舰，为什么不敢靠近？他为什么不敢？答案很简单啊，就是我刚刚讲耗不起。刚刚又讲到一个战损，它有战损的隐忧，不要讲厕所失火，它真的只要一个地方被撞击，他们的后勤补给力量在哪里？它制造业已经空洞化了。你要知道福特号是有问题，它2017年出厂之后，多少次回去维修，你知道吗？刚开始有什么电池弹射的问题啊，很多技术员包括什么拦截锁啊，都出过问题。福特号，我觉得它有点大而无当，中看不中用。它出去的时候，跟川普的这个交易的艺术一样，可以吓人。可真的实战的时候，我跟你讲，人家小型无人机可能就把你打到你最后停在那边不敢动，士兵就等着挨打。为什么？你飞机飞出去回不来了，因为这个舰会有问题。所以我要讲，美国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我刚刚讲这个战争非常有趣。刚刚主持人讲说，你不是一个人的武林吗？对不对？你刚刚讲这个，你武林为什么还要别人来站边站呢？你都不需要别人嘛，你自己决定要干嘛就干嘛。你以前不是卖了那么多武器给你中东其他的国家，而且你卖他们武器的原因就是说，我会保护你们，花钱来买我武器，保护你们。除了武器之后发生事情，我来保护你。就这次这些军事基地，美军的安的或者是美军 support 的都被炸了。他完全不敢动，而且还要跟人家说：“你们开始反击，你们开始反击。”这跟叫其他的国家开始解破赫姆斯海峡那道神秘锁一样的道理啊！你是叫别人去，为什么自己不敢去？而你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不需要石油，我自己会产。就我刚刚讲的这个7-Eleven里面烧超商的故事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国家有问题了。我刚刚讲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所谓的战损隐忧，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因为这次的战争伊朗真的还击这个所谓的对等打击啊，然后这个连环打击之后，我会觉得让美国真的产生了一个他担忧的东西，就是他耗不起，也就是有2样东西的不对称。刚讲军武不对称就算了，因为他们的尖端这都很昂贵的这个武器啊，打下去他们是划不来的，而且他将来还有一个其他的国家，他还要当世界霸主，他还要征服其他国家，这些武器不能随便乱用。第二个。